这个地方都还属于是那个大家看不出来这个树林的，像这里就像一个山，树叶很茂密，是吧？山上长了很多的树，这种感觉。大家看，当时染色的时候啊，我就会怎么样呢？把这一片树染的稍微的整体深一点，把这个树啊，这个树染的突出来一点，你就会感觉到哇，它们就突出来了。当然有些地方，那你比如说，哎，这个地方凹进去了，我要为了把它衬出来。你看，把它衬出来。我们把这里画了以后，暂时不管它了。就干什么呢？画这边一点，画这边一点的这个30啊，要把这个桥啊，现在这个桥感觉到好像是突然一下就没有桥没有根基，是吧？所以说我们说画桥一定两边要有根基，这边是有了啊，这边是有了，哎，但是这边还没有，那我们这里就干什么呢？就要把这个石头啊画一些石头出来。我们这里就用这支小笔，它的颜色，把刚刚这个墨色加点水分，哎，让它稀释它一下，就是变成比刚刚那个胶墨呢要浅一个层次，就比较深浓墨，但是浓墨呢，我要在里面加颜色了，把它变成色墨。首先朱标、藤黄，是吧？胭脂、山绿。因为画石头的话，肯定是调成赭石色字样左右的那个颜色，所以说它都会偏红一点，是吧？会偏红一点。好，调好以后，把笔要刮干一点，因为这里的这个山石呢，要比较这个画的比较这个清晰一点啊，比较细致一点，要画的哈。我们首先第一，你看它这个。这个山石在画的时候是要有一点感觉，你不要平平的画一块山石。哎，有些你看前面的这个桥的柱子哈，它在突出到这个山石，你看都已经突出到山石的这过来。哎，后面的呢，基本上在另外一边。哦，这个桥墩还没画哈，因为当时还没画完啊，到时都得把它画了。
靠近水的地方还是要把它画的虚一点，因为这一块。这一块呢，它是相当于，哎，这里还有一股水，这里有股水冲过来，因为这么大个瀑布上下来哈，这样它瀑下来有水，这里有水，这边有水，说不定旁边还有别的地方也要有出水，是吧？也要有出水。鼻上的水分都非常的少，哎，就是要通过，但是不等于说鼻下水分少我就画不出线条哈，线条还是可以画出来的，而且可以根据这个需要，以变换这个笔锋的形式，哎，我们来。有时候画着画着，哎，这个笔散开了，我把笔锋稍微一变，这下面是水冲上来的感觉。哎，大家看，我们这块石头呢，就相对而言就比较清楚一点啊，比较清楚一点。这边有一大片，这片都是石头。我还在想，怎么样把这个石头分成2块，分成2个层面啊。到时候我再会在前面这个层面啊，再画一棵树啊，再画一棵大一点的树，在后面的层面再画一些小树，增加它的一个层次，让这个地方显得更加的丰富。你看这里上去，这个地方它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了。上次我看到好多学员在我们周4的时候，哎，交作业就只画了这么个房子，然后把这个路就这个桥就画到这里哈今天你看我怎么样去把这么一个感觉把它表现出来。首先第一，我们把这个路要把它衬出来。你看这个时候我画了这一笔以后，大家看我的这个笔是吧，都散得很开了哈，散得很开。不是说我散得很开，你看我都不需要去调整笔，马上我把它又回过来，通过笔锋转动以后，大家再看我这个笔它又收拢了。就是我们在通过画的过程中，通过笔锋的转动，哎，让这个笔它逐步的又很听你的话这个是需要什么？这个是需要基本功的。好多初学者呢拿了这个笔以后它这个因为石灰笔它比较硬，它在画的过程中就容易散开。由于它这个基础不是太好，它没有办法去驾驭这个笔所以说呢，在画的过程中笔散开了以后，它就没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其实张老师没有少接电话，好多学员就说：“哎呀，买了老师的笔，以为老师的笔就很好用，结果我们一用，压根儿就不是这么回事儿，画不出线条，画不好，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我们在画的过程中，你对这个石灰笔的这个性能的笔性还掌握的不是太好。我相信假以时日，通过你的练习，因为笔它也有一个特性是越用越好用你看我们边画边给大家像聊天一样的这个逐步的这个地方就出来了。靠近这边上的都要把它给压下来，为什么呢？它要把这条路衬出来，是吧？它要把这条路衬出来
大家看哈，我们逐步的画，这个就已经比较成型了。这边也是要把这条路衬出来。这些都是要把它画得很虚啊，都要把它画得很虚的。因为什么样呢？因为这附近啊都是很实的东西啊，都是很实的。你要是把它画得很实在，你这个就不好处理。甚至有些地方，你看我们像这些地方啊，直接就把它画成什么一个块面。为什么要这么画呢？因为这个后面也是这样子的。我不是一直给大家强调的吧？我们画画就是在处理关系。后面这里是这个地方，你看树叶是点，树枝是线，是吧？点线面，那我们这个地方啊就应该是面啊。这个水可以说从后面过来，至于这些地方啊，老师画这些精细的山石啊，都是用的这个中石欢笔。大家一般的话，如果是说有一点功底的啊，就能够很轻松的驾驭这个石欢笔。但是如果是你一开始是初学的话，可能这个笔性自己驾驭不好，没关系，慢慢来啊。随着您练习的时间越长，技法学的越多啊，你就能够驾驭这个中石欢笔了。那么当你能够驾驭中石欢笔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用大石欢笔去尝试。因为大石欢笔比中石欢笔更难掌控。好，这个地方呢，我们在画的时候啊，因为我一直都给大家强调哈，哪些地方该画实，哪些地方该画虚。为什么这里要画虚呢？因为我这里的树也好，是吧？房子也好，这些地方都非常的实在，都画的非常的实。所以说你这个地方，如果你把它画的是也画的很实的话，那它们都很实就不行了哈。所以说，你看，一般来说，好像这些附近的话，它和旁边的山石啊这些相比的话，旁边很虚。而且这里也离房子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了，所以说这个地方我就把它画的实一点。当然不是说是所有地方都实哈，你看我现在画的这个地方就很虚，为什么呢？这里有水流下来，水就是比较实的。那我们有水流下来的话，为了把水凸出来，你看，为了把水凸出来，我都把靠近水面的地方，靠近有水的地方，都把它怎么样呢？都把它压下去了。大家看，我这么一压了以后，整个这个水是不是就更白了啊？整个水就显得更白了。这里水冲下来，这里有点浪花的话，这里还可以，不要这么平
产生一定的浪花。我们在画的时候，大家看这个该画的细的地方啊，让我画的非常的细，画的非常的细。该粗犷的地方，那我们就画的很粗犷。好，至于这后面啊，就不管它了，就稍微擦一下，稍微擦一下。刚刚我说这里有一个没画，无所谓了，就把它给擦过去了。这个是后面的一块石头，后面的块石头。好，然后我们刚刚说了，这块石头呢，它有一个层面，一个什么层面呢？从这里往后，这里是个大院子，是吧？这里是个大院子。从这里往后的话，它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个地方就用这个中式欢笔，可以把它稍微点一下。为什么呢？我们说要把这个房子啊，这个栏杆啊，你看这个篱笆。画到这里我就没画了，为什么呢？因为被这个树挡住了。把这个房子稍微长一点。有这么一棵树的存在，一下子就把这里这个画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我们可以用点字笔就用刚刚那个墨色，稍微再点一下。点什么呢？这里马上这个地方，由于我们上次画了以后这里的收缩，所以说这里都非常的不平，不过没关系。这个树其实很简单，上次有画没有？给大家画树的时候不知道，应该没画。直接用点字笔就把它长得很高，这种属于很瘦的树。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反正之前我家门口就有这么一棵，我们四川呢叫桉树，它就是很瘦长的长上去。这个树长得很高，我把下面把它稍微点的稍微深一点。好，把它点了以后，可以再高一点。你看这里为什么我没画呢？因为这里还有一棵树。正好就把它挡住了，这样把它挡住，然后你看这样子，把它画好以后，我们将就一般像这种就用小笔，就不要再用中式欢来勾这个，就用我们这只小这个叫什么呢？小人毫。
哎，就想得好，把里面稍微勾一下。主要的树感还是很深。稍微把它勾一下，勾好了以后，这个可以把它称一下，把这两个树把它稍微形状称一下，下面可以模糊一点，哎，上面称一下以后，如果觉得下面这个还和这个石头啊有点脱节的，怎么办呢？大家看，我们给它点点苔，包括这个树也是稍微画一点树感。画了以后也是点点苔，把这个路啊，每次我经常看到有学员在画这个路的时候，路跟石头的关系啊，它分得太开，有时候画了以后啊，你就觉得哎，这个路突然觉得这里不舒服，是吧？我们就可以点一点苔，哎，把路前面稍微挡一点，它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就好看了。好，你看我们现在看这么一个整体，大家觉得啊，这张画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就非常的漂亮啊？非常的漂亮。我们这个是吧？就这一块就已经是怎么样了？就非常的厚重了，非常的厚重。我现在只需要在后面稍微再加一点点这个树啊，你比方说我们可以加一点，要把它画的比较这个一点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点这个小丛树。好，现在我们用点字笔调点颜色。你看，我现在用了一支单的点字笔，加一点这个我现在其实很少用单支点字笔啊。是不是这样？好，我们干什么呢？把这后面稍微的点一下，我们把整个笔的形状可以通过揉来，哎，差不多了。你看，把它。这是第一棵这个树，啊，第二棵，这个这个树呢就比前面这个呢叫淡很多了叫淡很多。把它画好以后，你不要。这个炊烟在这里，本来当时在这里画了个房子画炊烟，由于这个树它的存在所以说我就把炊烟改到哪里来了？改到这里来了，改到这里来了。在画这个树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注意炊烟的位置。我们
可以通过这后面的树啊。你看后面这里把它稍微处理了一下，是吧？稍微把它处理了一下，我们这里马上将就刚刚这个点的颜色，把树感处理一下。大家肯定现在看着这个它是一个什么形状？哎，我马上处理它一下。首先第一个，你要去找到这个树它的一棵一棵树的关系，不要去那个什么哈。你看我现在。首先，我找到，哎，我觉得这里这棵树，它是一棵树，是吧？然后我们就可以干什么呢？你看，我把这一棵树先画完，画完以后，紧跟着刚刚点的是第二棵树，这是第三棵，是吧？这是第三棵。再往后面走的话，这些树啊，这些形状都已经就非常基本上你看我就很简单的画上几笔，是吧？很简单的画上几笔。关键就是你要最后去整形，把这个树的形状，你比方说我们把这个画好以后。哎，你看这棵一环扣一环，这个形状画了以后，把这个形状把它衬出来。好，又把上面这个形状又把它衬出来。像画这些的时候，就不要去着急大家不要着急，觉得哎呀这个好复杂，其实一点都不复杂。一点都不复杂，你一层一层往下画，都是有办法的，都是有这个技法的。把这技法一解决，你看我们把这些画了以后我要让这个房子和这个树非常的这个有立体感，怎么办呢？我们首先把这棵树下面把它压得很深，然后。这个屋檐下用比较深的墨，这就属于是什么呀？就说我们就说的，有时候画梅花，哎，有时候。密不透风是吧？有时候疏可走马，这个时候就属于密不透风的时候，把它画的是
就要通过这个什么呢？通过我们这个颜色，逐步的去把它画了以后，要把这个房子要逐步的怎么样呢？哎，也是要把它过渡过去。一会儿干什么？一会儿就要画这个炊烟。我们把它稍微过渡一下，炊烟，我们下面来画，下面一个环节来画，因为炊烟这里要花不少时间，我看时间已经3点过了。这边也是这样子啊，一方面它要把这棵树把它衬出来，哎，另外一方面要把前面这个树把它衬出来。哎，你看这一块的处理也是这样子啊，这就是后面的还有一块平的一块地一样的，不要就这么突然一块白的，因为它这里不太适合都是白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如果都是白的了，那我们这些树啊这些就不好处理，是吧？啊，所以说像这些地方都不要是一块白的。我们刚刚这里还故意点了一点点子，到时候在染色的时候啊，都会把它染的跟它们的颜色是一样啊。这个画画是画了停不下来。把这个院子也是把它稍微的处理一下。当然，院子中间倒是可以安排人啊，自己在这里晒点玉米啊，晒点辣椒啊，是吧？这都是可以的。好，我们现在看啊，整个这一块，当时只是这个房子把这个路画下来，大家觉得这个路啊悬吊在下面，觉得好像不好处理。现在大家看。是不是啊？非常好处理哈，非常好处理。这么一画了以后，桥也解决了，是吧？桥它也登岸了啊，桥也登岸了。整个的这一块厚度啊，当然还差什么？还差远处的树。远处的树稍微一画，一下子把这些树前面的树一下子衬出来了，是吧？一下衬出来的效果就非常的 good，OK 了。好，休息一会儿。我们。休息到3点十几啊，15吧。